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帅爸，春风中学吴亦凡，了解一下。不过呢，今天不是来了解我带大家了解高三这个战场的朋友们，你们好吗？好吗？哎，英子，哎，配合我一下，哎，笑一个，笑一个。那你本来长得还挺可爱的，对吧？可是呢，你不是我的菜。哎，英子，马上进入高三了，你有什么感想啊？说说。我觉得你要死。你看，学霸都神志不清了，让我们学渣怎么活啊？哎，你们干嘛呀？怎么了？你们哭了呀？你不会为了我吧？看着就……不是桃子怎么了？是不是谁欺负她？你跟我说，我现在就找她去。没人欺负他，跟宋佳怡吵架了。吵架了？哎呦，这多大点事儿啊！别想那么多爸妈话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你看我妈天天在我耳边叨唠叨唠，跟蜜蜂似的。真的，你左耳进右耳出，听听就完了。哎，都你是的，没心没肺的呀。那行了，那这样，我送你个礼物，那个乐高，乐高行不行？就你最喜欢那个，有那个就是飞机那个，看我，就那个嘟，还有那个2个头的那个，滋转一圈那个，还是那个贴着地。你每次都忽悠，一次我没买过。你这次可不能再抠门了，起码得买5个吧。5个？行，5个就5个。我听桃子啊，我给你买5个，不能再多了。不过你以后也不能这样，你这不你长得本来就嗖嗖的，你还爱哭还作，以后谁娶你？你给我滚！你长得才馊了呢。我馊没关系啊，我馊我已经名草有主了，是不是桃子？想得美，当你狗尾巴草去。你快看，黄一凡像不像根狗尾巴草？一天到晚甩来甩去没个正形。让我们开始倒计时。坏了，我没听倒计时。你的写我这，来，给你比。我写好了。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走。脑袋被摔晕了呢。不是，看你半天，你会不会挺强的？刚才不会是装的吧？我不用装了，我不用装了。帮猴，你可真行！你说这好好诗诗大会，这倒好，你成主角了。这李铁棍一会儿不得找你算账啊？他让我照了相，我这属于工伤，我这要摔死了还成烈士了。哎呦，你还烈士呢？你可别吹牛了，你不吹牛能死啊！真没吹，刚才在医务室，铁辉一直在旁边嘘寒问暖，一口一个烦烦的叫。哎呦，干嘛呀你？好吧你听我说，我真没吹。我从上面摔下来那一瞬间，我突然想到一个办法，能让你们不但彻底摆脱李铁棍，还能躲过高3的牢狱之灾。更好的是，你们想干嘛干嘛，根本不用考虑什么高考、大学的事儿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方猴，你这神神叨叨的，该不会是什么犯法的事儿吧？不会，我们都是社会主义好少年，不干犯法的事。放心吧啊！哎，来哥，我们听，你们听啊！啊，真想听。好，非常好。来啊，来。算了。你是付费啊？你永远就这种小把戏。不是，你们不愿意微信之后，你们给现金也行。方猴，你这3天2头的就跟同学们谈生意，谁信你啊？我的意思就是，你们愿意不愿意我都无所谓。你们要愿意呢，给个块8毛我也不嫌少；你们给个100有钱我也无所谓，是吧？所以你们完全自愿 ，OK 吧？不强求。也行，众筹就众筹。那我出5块。哎，好嘞。哎，你傻呀，他骗你呢。来，走，快扫，快去傻。来，别着急啊，一个个来，一个个来。哎，收完钱快说。啊，我看多少？啊，够了，50了，行。我告诉你们啊，想彻底摆脱李铁棍的最终奥义，
就是蹲班。蹲班是啥？傻呀，他耍你们呢！刘姐，其实就是刘姐。来抓我呀！不好意思啊。前面来！快上来！还钱！小心！停！那我有话要说。有什么可说的？接着跑啊！接着跑，把钱先还了。我就跟大家开了个玩笑啊。这大热天，我本来就是要给大家买个冰棍的。那我们去好，你松手。哟，鞋挺多呀，这不错。你说干嘛呀？389都对的，389真的假的？假的呀！真写对了吗？真强！给点掌声，这太厉害了！好。虽不明，然觉厉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你虽然写了这么多我都看不懂，但是我觉得你太厉害了。太厉害了，越靠近。他真的太厉害了，陈老师都说了，这道题呢，只有他能解出来，别人都解不出来。哎，我跟你说，那就是陈其乖太弱了，我不会，这不有人会吗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你们知道吗？谁呀？我介绍给你们。他哎，对了，表哥，我坐哪儿？怎么你们还不信呢？他是你表哥？不是，你们耳朵都听什么？他都喊我哥了。那个，我给大家隆重介绍啊，这个呢是我表弟林磊儿，天才熊猫一枚，是从福建来的插班生，以后高3呢就跟我们一块儿学习。老师来了！都干什么呢？啊？都不好好上自习干嘛呢？都学会了是吗？李老师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是林磊儿，我表弟，福建来的插班生，咱们刚才在校门口都见过了。你看他写的题，写了这么多，虽然我都看不懂，但是我就是觉得他特别厉害。回座位，林磊儿跟我到前面来。来，跟老师走。看着吧。上课之前呢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，他叫林磊儿，是福建来的插班生，高3呢会和大家一起并肩作战。林磊儿。林磊儿，自我介绍一下吧，面对同学。那个我，磊儿别怕，那个他可能刚来这儿不太适应，老师我代替啊。林磊儿，我表弟，学霸一枚，天才熊猫一枚，鄙人不才，天才熊猫的哥哥，天才大熊猫。行了，们别起哄了，赶紧坐下，再起哄出去啊！说吧。没事。大家好，我叫林磊儿。没了。
没了。笑什么笑？有什么好笑的？什么呢？你去那边那个座位坐吧。过去吧。今天呢是第一天开学，不上课，考试。哎，不是老师，你第一天就考试，考什么试啊？就是啊，老师，考试不应该提前准备吗？小考是局部战斗，高考是全面战役啊！你上战场，敌人会管你们准备好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以为这只是一次模拟考，这次考试的规格全部都按高考来，语、数、外3门，加上理综，一共考4门，分2天考完。听我说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当然不知道是什么了。对，理化生3门合并在一起，第2天下午考。这次考试的成绩啊，将作为你们分班的依据。年级的前30名进入冲刺班，目标是清北；最后30名进入基础班，目标保本。我希望你们都提起精神来，给我好好考，明白吗？行了，现在把你们的手机啊全部关机。书桌上不许放任何东西，把书本和书包全部放到教室外，动作快。好，来，玲儿帮我个忙。玲儿，帮我搬，太多了。哎，高3也太吓人了，铁棍这时候动真格呢。听我妈说，她是挺激进的。哎，这次分班考，你可长点心吧。哎，你放心吧，为了桃子，我也会努力好好考的。哎，熊猫呢？熊猫，哎，来，你这站着干啥？那个书放哪？书，我帮你。哎，磊，我看你好像有点慌啊。哎，不过没关系，第一次嘛，难免的紧张，老师也不会怪你的。放心吧，有你哥在呢啊！来，没事，不紧张。好嘞，有你在，永远垫底儿哈，放心。走。今天的学校考试结束，老师再见。老师拜拜。大雄怎么样？全抄你了。敢抄桃子，最后一道选择题你选什么呀？我还想问你呢，例题几和我最相关。哎，洋洋，考得怎么样？不知道，我无所谓。来，我给你弄一下。哎，这题真的太难了。铁棍儿这名字真不是白来的，铁血山药棍儿。哎，樊一凡，怎么了？你那个最后一道选择题怎么做的？哎，我刚跟他说完，最后一道题选 C。你哪一个不选 C 啊？我也真是脑子进水了，问你干嘛？我怎么能瞧不起人呢？我第一道题就不是选 C， 我第一道题选的 A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次我考得特别好，真的。哎，桃子，高3这一年，我给你当好你的护发师。无不无聊啊！你先保护好你自己吧。你看看你高2期末考的那点分儿，再来一回，你妈该炸了。哎，英子，英子，要不然我们问他表弟吧？啊，对，问一下，问。对。哎，各位，哎，磊儿，那个选择题最后一道题你选的什么呀？哦，最后一道选择题我选的是 C。你看看，我就说选 C。你看，哎，真的，我这次考特别好，行，你慢慢对吧。你这就是800年好不容易蒙对一次，你还跟那嘚瑟。哎，大雄，走，回家。哎，老师再见啊。干嘛去啊？不是，我们那个不考完试了吗？走了，放学了。啊，先回去，我还没说放学呢。啊，都回去坐好了。外边同学都进来，来坐好，我有点事儿说。10分钟。快点儿，快点儿。好。好，坐好啊！我知道大家考了一天的试都比较辛苦啊。为了不让大家松懈这个学习的劲头，我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学校支持大家上晚自习，这可是专门给咱们高3的福利啊！这算哪门子福利啊？这算福利啊！干嘛呀？一片唉声叹气的。我知道这里有很多同学不愿意上这个晚自习啊，所以
晚自习啊是自愿参加的，不强求。学校为了给大家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，专门会有老师过来值班，内容就是针对各科的答疑。今天不是考了语文和数学吗？一会儿就会有老师过来，有不明白的抓紧时间问老师啊。老师，我有问题。你说。您不是说咱们是按高考的规格来吗？但是高考第一天晚上好像没有晚自习吧？对是没有晚自习。美什么美啊？今天如果要真是高考啊，你们这里有一大半的人都考不上1本，还在那儿美。我说了啊，不强求，自愿。有要走的现在就可以走。方一凡，你是不是要走呀？你抓点紧。不，我当然不走了，我出去把书拿进来。同学们在这，有同学们陪我，我肯定不走。行，那大家开始准备吧啊！一会儿会过来老师，把外面书包啊还有书赶紧都拿进来，抓点紧。走，大家去拿书。拿书去。老师你好，这交给你了啊。那我就先走了，有什么事跟我说啊。好，快点啊！哎呦，来进来。阿姨好。叔叔阿姨好。哎，英子，来进来。哎，宋倩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蕾儿，这是宋倩阿姨。阿姨好。哎，哦，这就是蕾儿啊。啊，哎，别说，跟你家人还挺像的，是吧？长得像吗？跟凡凡也有点像。哎呦，这学习可是天壤之别，人家是数学天才，您都不一定能难倒他。这不废话吗？你妈是教物理，人家数学天才，这科都不一样。来，进来。进来啊，都进来。哎，吃饭了吗都？阿姨，你就吃了2分钟的饭。你还吃2分钟的饭呢？我跟你爸1分钟都没吃呢。行了，哎，你现在弄完这个再吃。饿不饿呀？没事，我妈煲了汤，您们要是饿的话可以喝点。不喝了，这大点喝不下去。哎呦，哎，这生闺女真好，英子啊。哎，那你俩先坐着，我给他们拿卷子啊。哎，蕾儿，你要不要坐这边来吧？啊，因为咱们先做个小测验。不，阿姨就让他坐着呗。坐这儿来，比较宽松。对，蕾儿你就坐过来。宋老师，我发现你这个重新弄了以后，这视野变开阔多了啊。是吧？灯光是这效果。就这套视野最好，所以呢，我就留着了。这样啊，我呢今天准备了3套卷子，其实题量不大，但是要先做一测试，看看你们做题的速度，所以咱们一套套来啊。一会儿做完1套以后，来找我换下一套，哈。好，谢谢。凡凡，你好好写啊，认真考啊。知道了。好，先把名字写上啊，然后咱记个10，开始。凡凡，你好好写啊。自己做自己的啊。你看看，这些孩子们呀，全都愁眉苦脸的。也是，这次学校突如其来的分班考，让学生们措手不及，也让我们这些家长们无从准备。基础班、平行班、冲刺班，不一样的老师，不一样的本科率。学校的初衷是为了因材施教，可作为家长，我相信没有人愿意自己的孩子就是基础班里的那块料。看完了吗？等会儿。哎，你看着了哪儿呢？这就是那个扶起来的学霸。这第1的宝座可被林蕾儿抢走了，他还真是个大神呢。什么大神？就是一篡位者，我就让他待一段时间，然后我就给夺回来。哎，这上面怎么没有季洋洋的名字？有没有方一凡？对，方一凡那也没有。这有什么好找的呀？方一凡那成绩啊，一直都在直线下降的，估计得垫底了。哲，他俩在这儿呢。这什么情况？这下可麻烦了，他俩得被赶出我们班了。我记得之前李老师说过，好像说这次成绩作为分班依据。唉，估计以后都见不着了。见谁啊？
我在这儿呢，我在这儿呢。不是见谁，是见不着谁。见不着谁？我也不走啊，怎么可能见不着？你这什么情况啊？垫底儿，这可真是头一回啊！方猴，你这是故意的吧？你们俩难兄难弟，这是要双宿双飞的节奏啊！什么双宿双飞啊？明明就是实力不济。哎，方一凡，你呀，赶紧到基础班去报道去吧。行了，你别说了啊，我也看你成绩了，也没好到哪儿去。我呢，就是个鸡尾，也就是个凤尾，反正俩尾巴，没准咱俩以后还是同班同学呢啊！好好努力，加油，到时候见啊！有病！你说谁有病？哎，孙飞，别跟他计较。哎呀，他说话就那样。挑资料吧，谢谢。其实我找李老师问过，他说我这次物理考砸。喂，哦，快递是吗？哎，好，我马上过去取啊。好嘞，好嘞，谢谢你。快去快去，有个神秘的大礼包在等你。又是你捣的鬼。行吧，兄弟，那我们就挥泪告别，有缘再见，手。哎，写信。好，拜拜了您嘞。拜拜。桃子，那我先去取快递了。拜拜，拜拜。哎，你一会儿上门口等我啊。哎，桃子。那个什么，就我前一阵吧，物理一直是我强项，结果这次考试掉下来了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办？哎，我告诉你最直接的吧。你现在就去办公室把你那卷子拿回来。你不看你那卷子，你怎么知道你错哪儿了？自己回去琢磨琢磨。你实在不行，你再去问老师呗。对，问老师。对他没准给我判错了，不行，我得找他去。肯定判错了。我说你能不能靠点谱啊？今儿收着快递的时候，我吓得我魂儿都没了。哎，我说好了，这就是生日礼物，到时候你在生日的时候别管我要的，我不认账。你可真够鸡贼的。可是你说这整这么一大盒，我妈发现不得把我给宰了？你可不知道，上回我爸送我一乐高，我妈就给没收了，我可真是怕了。要不你先帮我收着。是，你怎么那么笨呢？你这么大拿手里，当然会被发现了。你放包里塞那么大，也肯定被发现。我给你化整为零不就完了？你看，你把这零件装包里，不就发现不了了吗？这盒多占地儿。那你把盒给我好好留着做纪念啊！什么纪念？一会儿就给你扔。现在就真的是只能求上帝保佑，别让我妈发现了，不然我就完喽。你方大爷保佑你，肯定不会被发现的啊！行了，我任务完成了，该回家吃鸡去了。哎，不是，等会儿，这是鱼呀还是二哈呀？记忆只有几秒，是不是？你刚刚看到分班结果的时候不挨丧眉打眼的吗？这回咋一点事儿都没有，还吃鸡？别提了，我是可以不提。但是方叔叔跟童阿姨，这回不得把你给吃了？吃，肯定要吃。不过一般都是我妈单独吃，我爸在旁边加佐料。这样，你把卷子拿出来，姐帮你分析分析。不用，分析啥分析？我拿着卷子就随便看看。最主要是什么呀？不是我考得差，是我在季阳阳后面，我很生气呀。这个就是。英子，咋了？季阳怎么在这儿啊？他俩干啥呢？今儿咱俩一起走的，他们俩就结伴了，没毛病啊。结伴？季阳不住这儿啊，桃子住这儿，我知道啊。他要送他回家啊。你打住，别胡思乱想啊！我们都住一小区，一起上下学很正常啊。季阳不住东边吗？他刚搬过来啊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啊。咱们现在同学好多都住这儿，因为离得近，路上能省掉很多时间。英子，这么重要的信息你都不告诉我？我告诉你，能咋样啊？我是不能怎么样，但是我可以想办法呀。你能有啥办法呀？有种你搬过来啊！行了，我走了啊，拜拜。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来走，草丛里有人啊。对，接着去二楼，脚步声。来，走，我3、2、1上啊！3、2、1上！来，哎，漂亮！大哥，
啊，怎么了？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什么呀？你这次考得不理想，小姨、小姨夫肯定会说你吧？嗨，无所谓，我都习惯了，见招拆招，我没有压力。你倒是没什么压力，我还挺有压力的。你有压力？你有什么压力？你都考年级第一，你有压力？700多分了！哎呦我天！来，你跟我说你有什么压力？你说出来我都服你。你有压力？来北京之后，我就发现，北京的卷子是比老家的简单点儿啊，但我这分数考的还没在老家的时候高呢。那你在老家多少分啊？我看了一下卷子，这问题就出现在英语上面。我这单词还得好好背背。天啊，老天，你都在我身边安排了什么人啊？一个闪电劈死我吧！啊，别劈我，劈他！我说你吓死我了，你干嘛？方豪，你现在跟哪儿呢？江湖救急。我都快到家了，怎么了？哦，你被绑架了？哎，那你小区门口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就到了。哎，不，你来我家小区门口干嘛呀？你要债还是要命啊？哎，你甭废话了，见面说吧。行，那我先挂了啊，拜拜。哎，两人等会儿啊。等人。郑师傅，您前面右拐，然后靠边停一下。哎呦，姑奶奶，你这够快的，这才2分钟。我跟这附近吃饭呢。Hello， 过来。干嘛呀？帮我藏个东西，藏你们家。藏什么呀？藏你啊！啊不，你太大了，藏不了。说什么呢你？我去给你拿，等一下。郑叔叔，能帮我开一下后备箱吗？我同学想玩一下乐高，我们说好了的。行。这事儿千万别告诉我爸成。好，谢谢您。那我帮你拿。啊，不用，我自己拿就成。哎，慢点啊。哎，你们有点眼力劲儿没有？啊，来，来，英子，谢谢。来，你看俩人劲儿就是大。来，慢点，来，真够大。就是它了。这个这么多片儿都得一片一片拼呀？那可不。哎，这就是那有名的8499啊。说正事儿，帮还不帮？哎，这么贵，不会是你偷来的，是赃物吧？哎，犯法事咱不能干啊！什么赃物不赃物的？这是我爸送我的。你爸送你的？嗯。这么大？我靠，那我还送你那小的干嘛呀？我有那钱我都请你吃东西去了。哎呦，我真的是。你干嘛？你还说呢？你都不知道我有多郁闷。你刚送我的乐高就被我妈给没收了。你妈这么霸道？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她。哎呀，所以说呀，你这回真的得帮帮我。不是你让我怎么帮啊？我本来今天就没考好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跟我妈说呢。你给我整一这，我怎么说呀？哎呀，真的，这才考验我们革命友谊的时候啊！一个字儿，帮，还是帮？行，好，帮，行，我帮。那就这么定了啊！然后你们小心点啊，一定要轻拿轻放，别给我弄坏了。然后我找个机会再来拿。谢谢你们了，拜拜。啊，姑奶奶慢走啊！这东西我就拆了，回去帮你验货啊。你敢拆，我把你也拆了。那个，拜拜。慢走。英子啊，我的书。哦，对不起啊。没事，人什么东西都买。好了，赶紧走吧，注意安全啊！把握好了。好，拜。哎，磊儿，你干嘛呀？你拿着这回去，我怎么跟我妈说呀？啊，你看这标还在呢。啊，我帮你撕了。不是，哎，表哥，书，你摘了也没有用，你摘了它体积没变啊，我一样拿不回去。这个被小姨知道了有什么不行的吗？就是，哎呀，我一时半会儿给你解释不清楚。哦，那怎么办？哎，我有办法了，不过咱俩得配合。行，怎么配合？哎，笑什么呢？别给他看，我看一下，别给他看，别给他看。我看着头子，别。我的妈呀，这简直失散多年的兄弟！
太像了，你快点把人领回家好不好啊？妈呀，大团圆啊！哎，行了，你误了。你们冲刺班怎么都这么浅？下课还有时间看快手，回家还有时间玩乐高，你们真行。哎，我那乐高你藏好了吗？没让你爸妈发现吧？你这是什么话呀？你不相信我方一凡办事儿？我跟你说，搬家只要一搬完，你随时都可以去。你要搬家呀？啊，我要搬到书香雅苑去了。你家又不够住，为什么突然搬家呀？你还问我，我还没问你呢。你和那谁天天都，就是，这怎么了？就是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我想明白了。我是真想明白你们为什么学习好了，离学校近啊，近水楼台，每天能至少都比我学2个小时，而且最让我气人是都2年了，没有人来建议我让我去搬家。哇，你们是不是怕我超越你们呀？就算让你24小时待在教室里，你也不可能有机会超越我们的呀。你这瞧不起人是吧？我只要用那2个小时，这次分班我肯定去快班，你信不信吧？说吧，怎么补偿我？哎，这是方一凡吗？这不像他画风啊，还谈论起学习来了。你是方猴吗？你是不是遛耳猕猴啊？啊，让我看看你有几个耳朵！你别动手动脚，我说正事儿呢。哎，我问你们啊，就是自从咱们分开以后，你们有没有觉得孤单？有没有觉得比较寂寞？有没有觉得不适应？有没有想我？肯定有，对吧？这还真没有，我们就是觉得这世界吧特别安静，人生特别美好，一片祥和 ，peaceful。没心没肺的，看来没有人懂我。唉，姐还不懂你，你肚子里憋啥坏水我都知道，你不就是想和桃子做邻居吗？哎，把嘴给我闭上，打人不打脸啊！这是。那走，回去上课了。哎，英子，有话跟你说，我有事跟你说。准没好事，拜拜。行，那你走吧，反正那你那乐高我就拼了。你敢？什么事儿？快说。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你妈当时压力大睡不着觉，家里有备着那安定，对吧？给我点。你要自杀威胁你妈搬家，这缺德事儿我可干不了。我是那种有勇无谋的人嘛。再说了，吃几片也吃不死，哎，对吧？是不是吃不死？当然吃不死，你有没有点常识啊？哎，那不就完了吗？那个，其实我是帮磊儿要的，他最近呢思乡心切的，整宿睡不着觉。我是当表哥的，看在眼里，疼在心上，我也着急。安神汤了解一下，你妈和我妈的独门秘方呢？不行，那个中药药效太慢了，林少爷已经病入膏肓了，你就给我几颗吧啊！求求你。你可真能磨叽。那你中午跟我回家拿去吧，但你一定得让他按剂量吃啊，吃多了可不行。那我上课去了啊，拜拜。OK，no problem。进攻啊！好球！英子，哎，英子，过来，快点，你们先打你们的啊！哎，我说你怎么能来跟男生打篮球啊？而且我告诉你，你别听他们瞎说什么打篮球能长高，全是假的。而且我就觉得你现在身材已经不错了，要不然多好。你还说我？上回你那乐高那事儿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是。哎，您先歇会儿，我这不就是来给你赔礼道歉的吗？这就是我给你的补偿。就这一瓶苏打水，你就想把我给打发了？想得美！我都想跟你绝交了。哎，不，别绝交啊！哎，我都想好了，给我打开。2个礼拜的苏打水，保证你天天笑呵呵的。1个月。别，3礼拜的。2个月。不，就1个月啊！1个月的这个娃哈哈苏打水啊！行。爷爷奶奶，爸爸，乔爸爸，上次那我真不是故意的，我没想到我妈反侦能力那么强。我说你是不是猪队友啊？托你办这么点事儿你都办不好，你都不知道，我一回家，我妈面前摆了那么一摊乐高，吓得我差点一屁股坐地上。哇，这么刺激啊！那是相当刺激，我一共就玩了50分钟，我妈就给我没收了，中间还拍了张照片给我爸看，就是作秀。你妈这么厉害！哎，不过这种事儿落到我妈身上，她一句话不说，直接就一顿胖揍，那才不跟你那么多废话。我倒觉得你跟你妈这样挺好的，直来直去，不像我跟我妈，表面上你说俩人看着挺好的吧，实际上就是塑料姐妹花，一碰即碎，一点就着。接着，你看这么多人不好吧？我跟你说啊，
我现在就想考得远远的，过一过人格独立的日子，拥抱自由。我也想自由。你还不自由？不是英子，你哪只眼睛看见我自由了？我现在就被五指山压着呢。当时我为了搬进你们院里，想尽各种办法，结果全被我妈一一击破，一点时间都没有。所以啊，现在在学校自习的时间才是属于我的自由时间。大猴，你还真想搬过来啊？啊，我还以为你说着玩的呢。行吧，晚自习去吧，享受你这唯一的自由时光。是啊，为我们想象的自由干杯！为这虚无缥缈的自由。是。老王，啊，记住了啊，别跟他们打，答案长不高，反正到时候你也找不着男朋友，没人要。再说。你来干嘛呀？你不说我叫了。黄。去去。快！干嘛呀？你干嘛呀？没看大头的学习？不是跟你说，好东西，哎，好东西，你别碰我！哎，好，有好东西，你别碰我！是好。每日坚果。当当当当。哎，你快点给我说。你吃点吃，然后帮我看看这道题。15题，完打开。有吃的不给我？你干嘛呀？你这刚上完厕所都没洗手，你往我身上弄。这不是水是什么呀，大哥？哎呦，给我吃点。那个，哎，对，就这个。你老来骚扰我们冲刺班干嘛呀？我找桃子帮我解道题。你怎么不找你表弟解？我表弟和桃子能一样吗？表弟。嗯，桃子呀。哎，桃子。桃子。哎，你手机响了。我妈没事。你妈你不接？我妈找我无非就那点事儿，她就是来接我和磊儿的，就让她急，这样呢，她就知道学校里加油。合着你这是故意赖这不走的呀？那你这为了搬家真是费尽心机啊！你这招够损的。嘘，别嚷嚷，这是我的周密计划。我今儿故意让我妈来接我，所以我要做最后一个走的人。这样呢，我妈就会看到我的努力，觉得我累，心疼我。你怎么又来了？小点声。那个，我觉得方一凡，什么情况啊？晚自习到底结束没有啊？这都结束应该20分钟了吧？妈妈在门口等半天了，给你发微信你也不回，磊儿也是的，快赶紧出来，妈妈在门口等着呢。哎，我问一下同学，你们那个晚自习下课了吗？我们已经下课了。哦。我想进去看一下孩子，到现在没出来。这个学校有规定，晚上是不让张扬。我知道，我进去一下，马上就出来。行吧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啊。李老师，没事就好，我主要怕孩子出事儿。这晚自习到底几点下课呀？也没有具体规定时间，早点晚点都行，主要就是怕有的孩子家住得远，太晚回家不是不安全啊。这凡凡现在表现是不是有所改善啊？好一点没有？你还别说啊，最近表现还真不错。是吗？对。哎，可能是在林磊儿那个班呢，过来看看。在那儿呢。哎，妈。也不看微信，磊儿。啊，小姨。还在写作业呢。啊，
啊，难怪我给你们发微信都不回我啊！啊，光看书了，没注意。哦，阿姨好，林子，你也在写作业呢？啊，一会儿就回去。好。范范表现不错啊，知道学了。哎呀，不学能行吗？已经倒数第一了，没有下降的余地了。这叫什么呀？知耻而后勇。啊，那你快点，蕾儿，你差不多你们把东西收拾了啊。一凡妈妈，我跟你反映个情况，这方一凡呀，陈琦老师最近跟我说他挺认学的，是吗？对，所以作为家长，咱们就得多鼓励，多配合孩子。好，哎，我们配合。他这个晚自习以后是不是都这么晚啊？你们家住哪儿啊？我们住的挺远的，我们住北边。哦，哎呦，那是挺辛苦的啊。你说你这是2个高考孩子的家长，行了，我走了。这来回折腾够累的了啊。拜拜。哎，拜拜。我们这学校有很多孩子呢，他们都搬到学校附近来住来了，还有很多家长呢，就是为了高考就在学校边上租的房子。你看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下，是不是也搬过来？这孩子也方便了，你们也方便了，对不对？大家都节省时间嘛，是不是？好了，上了。这题还没算完呢。桃子，走了。你妈打你了？也不算打吧，就糊弄了一下。哎呦，你真的是我姑奶奶了！你怎么多大祸呀？啊，把你妈气成那样！我现在觉得你比我都牛，你比我都厉害。还说呢，前几天你不去上课，跟我们急的，真以为你病了。你们两个说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罪人？罪不可赦那种？我不知道。反正英子，我觉得不上课是不太好。完了！这是什么？你活得好好的，怎么就完了呢？你赶紧给我呸！你不知道，我妈她从来没有打过我。她刚才看我那眼神特别冷漠，我真的难受极了。我真从来没想过我妈会打我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就觉得她要放弃我，她已经不再跟我较劲儿了。那这不是好事吗？怎么着？你不会有受虐倾向吧？不是，我跟我妈就是那种相处方式，你知道吗？我太了解她了，她就是那样一个人。她要不跟我较劲儿，她就不是我妈了。是，你看她每个家庭其实不一样的，妈她都有妈的区别。你和你妈是这样，我妈是什么？我妈属于直筒子，她就什么都给你直来直去的。我真的是从小被她打到大的，小时候天天打我。现在是因为长大了，皮糙肉厚了，她当然也打不过我。老人嘛，我也不能说是还手，对吧？不过也真是，他要一直这么打我、骂我，我倒还觉得，他是爱我的，打是爱，骂是亲嘛。你要说真有一天他不打我、不骂我、不说我倒觉得也挺奇怪的，我也觉得有问题。你又怎么了？你想大姨了？想，每天都想。你妈是不是对你特别好？好，我妈真的对我特别好，她什么都依着我，她也从来没打过我，也没骂过我。但是我现在见不到我妈了，我现在就连她的声音，就连她的样貌，我都随着时间推移，我都淡忘了。来，好了，好，没事，来，没关系，你看，哎，你听表哥说，我也跟你一样，我也想大姨。不过你既然来了北京，这也同样是你的家呀，对不对？小姨、小姨夫还有我都会照顾你。我说实话，我妈对你比对我都好，她把你当做亲儿子，我都感觉有时候我都吃醋呢。所以说，我妈照顾你，我爸照顾你，还有我也照顾你，我还保护你，你怕什么的呀？没什么可怕的，怕什么呀？
看你们俩，一个丧，这么丧，开心点行不行？你像我似的，我怎么就不哭呢？哎呦我的天哪，这外边天气多好呀，咱出去溜一溜多好。那个，你妈把你乐高拆了？没事，咱给它拼回来。对，是不是磊儿？咱拼回来。走，拼乐高，走。怎么着？你不去啊？走。哎，走，还起劲啊！走。哎呀，走，拿去。哇塞，这这么大呀！我这什么都有，哇塞，这真不好意思。哇塞，这真的是跟电影里一模一样。还有宇宙飞船，不过啊，你妈下手可真够狠。你看，多么好的一个东西，在你妈手里全碎了。这怎么还有黑板啊？哎，这画的是什么呀？宇宙飞船、火箭，还有外星人，太有创意了。哎，英子，这就是你那8499啊？哇塞，哎，英子，你们家房顶还有星星了，这太梦幻了！你爸真是对你太好了，真把你当成公主了，这么用心。再说这么好的地儿你都不跟我说，还把我当哥们儿了。我这严防死守的都被我妈给发现了，你要是知道了，第2天还不就给说漏嘴了？我是那样的人吗？那你还磊儿啊，你要图纸吗？哦，不用。我虽然没拼过乐高，但是我看过好几遍《星球大战》，它里面飞行器的样子我都记得，应该能拼出来。我试试。行吧。你们拼，你们捡，我给你们喊加油，做陪聊服务，怎么样？你好意思吗？哎，你这什么态度啊？我把我学习复习的时间用来拯救你这基地，你就这态度？以后我不来了，以后有事别叫我。你复习了有用吗？考得好吗？乔英子同学，你是不是忘了你刚才哭的时候什么样了？哎哦，错了，不说。哎，英子，你看啊，光那么小的东西就8499，这一下来不得10几万？这钱都不是事儿，这宇宙基地对我来说可是无价之宝，这是我的心尖尖、心头肉，懂不懂啊？那你这还有时间再回来玩吗？不知道，估计这高考之前是肯定不可能了吧。所以说啊，我想今天咱们就把这个给拼完整了。今天？拼好天都得黑了。行，那你们加油吧！加油！我捡啊。磊儿，你好好拼啊！我给你往屋里捡。你都小心点。是。来，葱油饼。哇，爸，你这放了多少葱啊？葱油饼，不搁葱那叫葱油饼啊！但是今儿不是考试吗？我多搁点葱给你提提神，你知道吗？我手机呢？手机我在这里手。在这儿呢。不是你一天到晚出幺蛾子啊！大早上你搁那么多葱，一会儿上公司怎么跟人交流去？啊？那要不然那什么，
我那儿还有那个没放葱的面，我再给你烙一个没葱的。行，糖饼啊，行。啊，俩人你吃饭就吃饭，你别看了。对，快吃饭。我背2篇范文。背范文，你这脑子也不能这么用啊！我要是脑子好用的话，就不用背了。磊儿，真的，我跟你说，你现在不用着急再看了，你多看一行也没有什么用啊。你这个脑子省着点用，高考的时候再用。快吃饭。童律师，我跟你讲，据不科学的统计啊，不完全统计，人大脑只有10%用上了，90%都没用上，所以脑子用不完，敞开用，就怕那不用脑子的，知道吧？对，我再看2篇。你不要再看手机了，你怎么回事？赶紧吃饭，别看了。吃饭别玩手机了。不是正事儿，英子给我发微信了，说方猴家里断粮了，给我带点吃。断粮了，没饭吃。哦，这苏佳也太狠了，不就玩2天乐高吗？连饭都不给吃啊？行了，饭都堵不住你。大人事大人事你别管啊。你给英子打包点饼和这个，一会儿带去。我就把这整张给带走得了，好吧？方一凡，你看你爸爸一早上起来给你做这么多吃，你都不吃，赶紧抓紧时间吃。你知不知道爸每天啊，早饭、中饭、晚饭忙得要命。你看你们早点起来，趁热吃。你看吃的急急忙忙的，吃不踏实。早饭、中饭、晚饭，哪有时间做中午饭？你不上班啊？不是，你爸那意思就是，他要是不上班，不是得给你做中饭吗？是吧？对啊。几点了？现在？这是起碗，全体起碗，我跟你讲。快！方一凡拿着走了。咬着走吧，行。俩快，吃好了没有？好了，小姨，谢谢小姨。方一凡把你这蛋拿好了。哎呀，我拿好。拿着。走。等，还是英子那饼，把饼带着。好好考啊！门带上。快点！所有同学动作快点啊！快点儿！以后啊，都给我听好了，全向林磊儿这个速度看齐啊！快点儿，都看，还慢慢悠悠的，快点！黄指堂，上个书包你还说小话啊！快点放，快点走！水杯放下！考几回试了还记不住规矩啊？你知道高考就算作弊，知不知道？还闹！乔英子，你干嘛呢？怎么还吃呢？你赶紧吃2口算了。考完以后再吃吧。这为什么早饭不在家吃好呢？一凡，这是可得好好发挥啊。是啊，肯定的。争取再给我们班垫底。你滚！那是季阳干的事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动作快点！你看他还在装，慢悠悠的。他们班真惨，李铁锅天天在那喊，还是咱班好。还有老师多好。都干嘛呢？啊，马上考试还在这聊呢。赶紧去！他们俩越来越像。都在干嘛？桃子还在这学习呢。季阳去他姥姥家了。哦。哟，不错呀，高大上啊！哇，表哥，季阳阳姥姥家这么好啊？这一看就是酒店好吗？怎么可能是他姥姥家呀？对，他怎么在酒店？这么好的酒店，我都没去过。那让我问问。
喜洋洋，你在哪儿呢？得，把位置发过来了。他说要一起出去玩，问我们去不去。想自去吗？英子说他不想去，桃子说去。一会儿见？什么就一会儿见？我说去了吗？那表哥，你一会儿去吗？去，为什么不去啊？免费的为什么不去啊？不是，小姨不是说让咱们俩在家好好学习的吗？哎呀，他们就不在家，我爸出去上班了，我爸去参加葬礼，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。你不去，我去了，我不管你。哎，不是，表哥，等，表哥，你等一下啊，我收拾一下。哇塞，竟然可以呀！你这还有个秘密基地？哇，这么爽！这还这么一大张床！哎呦，方姥姥进大观园真没格局你。洋，你昨晚就住这儿啊？对啊，昨天我没去我姥姥家，然后就来这儿开了间房。这么大？这还不是最大的，最大的那个我可住不起。哇塞，这边还有啊！有，这么大一花瓶。你小心点，别弄坏了，到时候卖了你自己都赔不起。赔不起就把它留这儿呗。哇塞，这么多好吃的呀！哇，有韩国小食品、日本小食品，还有三只松鼠，大家随便吃啊！讲呀，酒店还配 PS4啊？我昨天新买的。那新买的？那这些碟片呢？什么 NBA 2K16、FIFA18、刺客信条、最终幻想，也都是你买的？废话，叫你们来就是过来玩的，敞开了玩，饮料吃的尽情享用。你真厉害！你昨晚真的没回家住啊？没啊，我就住这儿。那你爸妈不着急啊？他们担心就对了，我爸得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。行啊，你也够绝的。这样，我也给你起个名，坑爹侠。少废话，玩不玩？哦，玩。怎么啦，小姨？你跟出来玩心情还不好呀？没不好啊，我这不挺开心的吗？你开不开心都写脸上的啊！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。谢谢表哥。这个是左右，这个是选中，这个是退出。来，我给你选个。怎么样？你买很好了没？没呢，我觉得没有。哎，干嘛呢？去玩，你别聊了，聊什么呀？聊。去。你怎么了？还不开心啊？你是不是还没和你妈和好？不是我说你这多长时间？几天了？你就认真诚恳的道个歉，说啊，我以后再不犯了，就完了呀。我以前都是这样，很快这事就解决了。大哥，我和你不一样好吗？我也跟他道过歉了，可是也没用。他这几天对我就跟变了个人似的，不给我补课，也不关心我考得好不好，反正什么都不关心。你妈是挺吓人的。哎，方一凡，你聊什么呢？你把我推过来，自个儿在那聊，快点。哦，来了，走啊。没心情。你没心情，你想干嘛呀？就在这儿看看景色呗，你看这北京多美啊！这景色哪儿不能看啊？你在家看得了，这出来都出来，你就踏踏实实玩。我就跟你说，你得分清场合，该放松的时候放松，该玩的时候就踏踏实实玩，该学习的时候就……哎，我知道了。哎呀，好了，走，各位啊，今天啊，该玩，该吃，该喝，就跟在我家一样啊。洋，你也别客气。来啊，今天啊，为我们。先别玩了，听我说一句，今天为了我们好不容易休息一天，来干杯！来，等我啊，音乐，走起！来，干杯！来，干杯！走！干杯！
哎，大家饿不饿？我给大家点点披萨吃。我赞同。你们呢？你吃吧，吃吧，披萨好久没吃了，点上。来，脸啊，这是你的酒啊。这是你的。我啊，算了，表哥，我不喝了。干什么呀？啊，我喝。你看人家多爷们儿。那黄少，你就别喝这个，你喝这个啊。哎，干！要玩个游戏啊，都有酒了吧？石头剪刀布，输的人喝一口酒，然后说了一件小时候的愿望，怎么样？啊哈，小时候。来，快，来，石头剪刀布。说吧，其实我真没什么事儿可说。我小时候吧，我妈特爱带我去那个稻香村吃那个炸鸡肉串。哦。但是自从他们去了非洲以后吧，我就再也没吃过了。我的愿望就是……我知道你的愿望，你的愿望就是想找个人陪你去吃那个炸串，是吧？洋洋，我就没法陪他吃了。这个光荣艰巨的人，我就交给你。这都哪跟哪啊？你这都。对不对？开玩笑。我你刚才开玩笑啊！对啊，开玩笑。来下一个，英子。方豪你来呗。不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快，来石头剪刀布，公平，快，公平。猜拳，来，石头剪刀布。等着。哎，少喝点酒啊。拿着。好，我小时候呢，就是我小时候经常会躺在床上跟那胡思乱想，我就想啊，这什么时候才能快点长大呀？这小时候烦心事儿实在太多了，我不想要那么早去上学，我也不想让我妈经常管着我，我就想去干我自己喜欢干的事儿，喜欢去的地儿。我就希望我妈、爸可以不要再管我，我就不烦了。好。你还喝吗？别喝了，少喝点，这是酒啊。那个差不多就行了啊。那个磊儿这边呢就跳过，好吧？洋洋，我就算了吧。别来。我小时候有很多事情我都记不清了。我就记得每次我爸妈出门，我都在门口看着。我知道他们要很久才能回来，我以前还盼着他们回来，现在也习惯了。就慢慢觉得跟他们好陌生啊！哎，这你们都说的太伤感、太悲伤了啊！你别说这个了。那个话说回来，那表情包的事儿啊，还是我的不对啊！这一辈子我给你道歉了啊！行了，方一凡，我压根就没放心上。我爸打不打我也无所谓。你那道歉信写的肯定是真心话，对不对？你可能不在乎吗？行了，大家聚在一起也不容易，咱这话也不多说，都在酒里了，好吧？来，一起来一个吧，好吧？一醉方休啊！来，慢点，嘘，我有酒啊！哇，哪来的酒？嘘，你们小点，你没看这写的吗？严禁酒后游泳池，不让带酒，也不让喝酒。表哥，再给我来一杯。喝多了吧他？这孩子喝大。我没喝多，我能喝多吗？小点。哎，英子，这是你的，给我，你给我。行，你少喝点啊。哎，英子，你的。谢谢。桃子，你呢就少喝点，好吧？你就一点啊。OK， 来。英子，我先敬你一杯啊。为什么呢？高1、高22年我都没怎么好好照顾你。不，我都没怎么帮助你。高3最后1年，咱们都好好的啊！祝愿各位都能考上好大学。话不多说，来干一杯！来干一杯！表哥，没了，再给我倒点。哎呦，你别喝呀你！你少喝呀！来干杯！想干杯！讲，你得多喝点。为什么？我知道你心里有很多怨气。我没什么怨气，我就是对他很不满意。你看我说吧，我有时候就讨厌你这股装的劲儿。你有
有什么你就说出来。我怎么装了啊？其实我最烦装的人了，因为我爸他就最装。你瞧他那样，他不就个当官的吗？啊，天天挺个肚子啊！我跟你说，每次一打电话，我肚子就这么大。哎，你电话来了啊！你接起来。来了啊！说假的。喂，哎，局长吗？是，说。哦，知道了。这种事情一定要引以为戒啊！哎，挂了电话，再接起一个来。哎呦，陈书记啊，陈书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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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我爸上司。哦，小季，陈书记啊，哎呦，小季，哎呦，这么晚你还没睡呢？哎，那个我给你安排的任务你都完成了吗？哎呀，您放心，陈书记，都给您完成了，安排的妥妥的啊！哎，您早点休息，好吧？每次一听这个我就啪往上关上，我听光不高兴。行，前谈谈。哎，您好，有没有6个、4个、5个孩子？5个孩子不就？既然说到这儿了啊，我们今天就来个吐槽大会。好，我方一凡宣布啊，今天的吐槽大会正式开始，掌声！那个还是季阳，你先来，你先说啊，你把我就当成你爸，想说什么，想骂什么，想吐槽什么，就尽管说。季胜利，不，行，哎，看这帮孩子说什么呢？你拽什么？你拽啊！你见了同学，见了发小，你还是摆着一副官架子啊！你以后要是升了官儿，尾巴还不叫天上去啊你！我是我爸，你是你爸，好吧？来，我们天没见了啊！哎呦，老季。远儿，哎呦，好久不见，有些日子没见了。我们小时候一起和过尿泥，哎，还一起度过蛐蛐呢。这学我，学咱俩。这样啊，挺像。别夸张。好久不见，你这肚子啊，怎么起来了？你也一样，来顶一个干嘛？来，顶一个。哎呦，不行了！哎呦，年纪到了。好，现在我爸还是在家。哎，媳妇儿，你看我们这温馨的家，看看你爱的老公我，看看你爱吃的早点和水果。哎，我妈不惯他毛病，我妈就放人，干嘛呢？学的挺像，这帮孩子。我是这样的，我也不是这样的。不这样。你们家一帆挺有表演天赋的。我跟你说，你这坏毛病全都遗传到方一凡身上了。我爸就虚了，你知道吗？好，知道了。对，你说的都对。方一凡，你听你妈说的没错啊。哎，磊儿，你补充。我跟你说，有一次我表哥考试考倒数第1名，我都不知道他怎么考倒数第1名，你怎么没遗传我呢？小姨就拿那个书就这样。没见过磊儿这么活泼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哎呦，那磊儿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你这考倒数第1名？怎么回事？哎，考倒数第1，我告诉你，我才没这样呢。为什么？有的人也没考过，磊儿也没考过，为什么说你倒数第1？人英子磊儿不都这样考试的吗？你说为什么？说话！为什么？你是林磊儿吗？你就这么打？我没有。小姨特别爱打他，他一打就。那天我坐在他边上，我就，真的，小姨就是这样的。对，还有小姨最爱翻白眼儿，我给你们翻一个啊。怎么了？文杰，傻了。哪有文杰？那不是文杰吗？哪有文杰吗？谁呀？文杰。妈！别睡了！别睡了！哎，怎么还喝酒啊？哎，怎么喝酒了？麻烦你有本事有人上来了！好聊聊，洋洋。哎，快把他拿出来！喝
酒，你今天喝酒，明天就会抽烟，你什么都他妈的背着我干这些事情。我们都18，为什么不能18怎么了？只要老娘活着80都不许你喝酒，我告诉你。谁带的头？哎呀，谁带的头？阿姨，不是他，是我。要死啊！你带这个头！文杰，方一凡，你知道多危险吗？啊！你们要是醉了，在水里面呛死怎么办？你怎么跟叔叔阿姨交代？你要死这种事情你也干？文杰，干什么？文杰，这都小场面，慌什么啊？有哥在，你怕什么？啊！我告诉你，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，知道吗？记住哥这句话了啊！我蕾蕾，没事，你别，你别跟着我，你站着，别动，我们哥俩事儿我们自己解决。这孩子，这喝多少啊？这是。你把你弟弟喝成什么样，你还好意思笑？不是我搞的，你气死我算了你！那个叔叔阿姨，要不然我就先走。不行，走，让你舅舅来接你啊！对，等着家长来。等家长来接。潘老师。各位，我说2句啊，玩归玩，闹归闹，幸好没出什么事儿。这个房间是洋洋开的，作为孩子的家长，我给各位道个歉，是我关心不周。老季，跟你没关系，是孩子们胡闹。这孩子们的事。洋洋，今天当着叔叔阿姨的面，我也正式给你道个歉。我昨天不应该打你，我很后悔。爸爸错了，请你原谅爸爸。老季。季胜利打了季洋洋1巴掌，就道歉。我打板碗这么多年，我得道多少歉啊？没事儿，啊，你甭说这么些年，刚才打了10几巴掌。老季呢是一时冲动，给了儿子一嘴巴，确实心里不舒服，过不去这坎儿。你这不一样，你属于对方一凡叫长期。日常稳定操作，啊，孩子会理解，是吧？方一凡，是吧？儿子，我爸说的对，我不疼，是皮实。桃子，你怎么哭了？爸。我爸爸了。没事，你不是有我们吗？我们陪着你。就是啊，不哭啊，好孩子。英子，哎，干嘛呀，英子？英子姥姥，英子奶奶。干嘛？有时候看你不开心，我来陪陪你。你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啊？
啊？哎呦，你干嘛呀？不高兴，别不高兴，没事儿。一次考不好代表不了啥，对不对？你看我妈也说我天天叨唠叨唠叨叨，我也烦。你这样，我请你吃冰淇淋，2球的，2球不行3球，3球不行4个球。哎呦，行了，您不来烦我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哎呦，我就看你不开心嘛，我想，哎呦，你别不开心了，英子，你，哎呀，别不开心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哎，英子。啊，你去干啥呀？这不是会打击你。这有冬令营的学校，那可都是1本里的1本。是，你们都是1本里面的1本啊！哥不跟你们争，我去当我的明星。不是，等会儿你不学了？再说你长这样，要不还是算了吧。谁说我不上学了？再说你不要以貌取人，好不好？哎，你们一会儿有机会看看艺考那个海报，拓宽一下你们的眼界。哎呦喂！哎，英子，你真想好了要学天文啊？我从小学就没变过，我是真的想像天文学家那样，一直研究宇宙。当然了，如果能奔上火星，那就更好了。英子，我可真羡慕你，从小呢就知道自己要什么。我甚至都有点羡慕王一迪了。你看他，学习那么努力，成绩也够好的了，说去当演员吧，其实也就潇洒走一回了。不像我是真不知道自己要学什么，要考哪儿，既没什么特别的爱好呢，也没什么特别出彩的科。桃子，你这是全才啊！跟你拼，说正经的你。你要考去南方，你妈能同意吗？嗨，她肯定不想让我去南方呗。为什么呀？这又不是出国，而再说，现在高铁也挺方便的吧？我爸妈这离婚久了，一直不都是我妈一个人带我吗？这相依为命久了吧，她就拿我当个依靠呗。唉，但这也挺好的了。你看我们家都没人管我。咱俩没有可比性啊！你是希望呢，你爸妈多爱你一点，我是希望我妈少爱我点。哎，就是觉得有时候当她依靠久了，真的挺累的。嘿，英子，你真的想报名这个南大冬令营？快算了吧，这南京多远啊？再说了，咱们北京孩子哪有想往外地跑的？也是。桃子，你可千万别跟任何人说，我要去南大冬令营的事啊，千万帮我保密。哎，你还不放心啊？我想在活动开始之前呢，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心理游戏。游戏规则也很简单，待会儿啊，大家听我的命令，打乱各班的这些次序，大家可以找自己认识的人，每10个人一组，组成一个圆圈，然后大声地向同组的其他队员介绍自己。比如，我叫孙毅，我是孙鹏和高晓芳的儿子。可能大家听到这个游戏的规则很简单，甚至有些幼稚，但是待会儿在活动进行过程中，大家就会发现，我们中间有很多人会跟大家的反应是不一样的。如果你发现你同组其他队员有异常反应的话，一定要记住，不要去打扰他，不要尝试去安慰他，给他时间让他释放自己的情绪。记住我的要求，一定要大声的自我介绍，明白了吗？好，开始。那个洋洋，英子、桃子、磊儿，来，那个大熊来过来。哎，年轻，你过来，过来。这可是你们邀请我的。行，别磨叽，废话那么多，赶紧站起来。来，围个圈，围个圈。来，往前让，往前让。我先来啊。我叫方一凡，是方圆和涂文杰的儿子。我叫季洋洋，我是刘静和季胜利的儿子。我叫黄芷桃，我的妈妈叫陶月，我的爸爸叫黄文新，我是他们的女儿。
我叫高航，我的父母离婚了。我叫乔英子，我的妈妈是宋茜，我的爸爸是乔卫东。对他父母也离婚了。我叫林磊儿，我是林耀伟和童文静的儿子。我叫王一迪，我爸叫王大柱，是上市公司的 CEO， 我妈叫王晴。李小畅，我是李畅的女儿，爸爸去世了。我是林赛文，我有2对爸妈，名字都记不住，还是不说了吧。我叫何雨红，我妈妈叫吴金星，我爸爸叫何世，我妈叫熊佳。我叫姚子怡，我爸叫姚明。我叫林丽君，我爸爸叫林金平，我妈妈叫李英。我叫朱银娣，我妈叫朱莹，我爸叫朱莹。没想到单亲家庭的孩子这么多。一开始我不知道了，我以为就几个。我爸叫周明，我妈叫周坤。已经完成的组可以举手示意。好，第一个活动我们已经完成，下面我们进行第2个活动，形式呢跟刚才一样，只不过内容稍微有一点微调，就是我们大家相互之间不需要说话，每个人拥抱你左右两侧的队友，时间要超过3秒钟。这个活动我们称之为拥抱疗法，它可以减缓心率，降低血压，释放有关快乐成分的多巴胺分泌。所以同学们，你们这时候呢一定要排空自己心中的杂念啊，不要害羞，坦然的去拥抱你身边的同性或者异性的队友。开始吧。孙老师来一下。看帮忙上，1、2、3，好。来，俩人来。好。干嘛？降血压。不需要。哎，孙老师，喂，我就是想问一下啊，就是咱们这个活动它具体的意义是什么呢？我们就拿离我们最近这一组吧，那个同学是不是叫方一凡啊？方一凡，对。对，我们可以感觉到呢，他的家庭生活应该是很幸福的。他平时跟自己父母之间的关系呢，应该也是比较密切。他自己本人也没有什么孤独感。所以说他在第一个活动中可以大声有自豪地讲出自己父母的名字。但是你再看他第2个活动里边，他跟自己队友之间只是很简短的一个拥抱就弹开了。我们有句老话叫缺啥补啥，他平常在生活中来自家庭的这种安全感已经很充足了，所以说外界释放出的善意呢，他呼应的并不是很积极。而反过来，我们会发现有些同学在第一个自我介绍的环节时候，他的情绪异常，甚至哭了。这说明他的家庭是有创伤的，也许他是来自于单亲家庭、重组家庭，或者从小父母在身边，是老人啊，或者是亲戚把他带大的。他们平常可能看不出来有什么异常，但是他内心深处来自于原生家庭的这种伤害呢，他是有一个长期的修复过程。往往这一类的孩子，他们对来自外界的善意的举动会做出很强烈的呼应。真是啊。哎，英子，我发现一件事儿，那磊儿最近有点不正常。你没发现啊？和今天抱桃子的时候明显感觉都不一样。那不是老师要求的。是老师要求的，不过我能隐隐约约的感觉到，他可能喜欢桃子。没有，开玩笑，瞎说的。因为啊，我觉得他和王一迪还是更配。
我说这么多你也不说话，怎么了？这一个拥抱疗法，还给你拥抱郁闷了？老师不是讲到原生家庭的影响了吗？我一想到我爸妈，心里就有点难受。你就是因为你爸妈离婚，所以才难受。其实你不用难受，我挺羡慕你的。你羡慕我啊？因为你有2份零花钱。你看，你爸给你一份，你妈给你一份，我呢就是我爸妈一起就给我1份，还定时定量了呢。我宁愿只拿1份，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一块儿了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他们在一块儿有什么好的？啊，他们只会在一块儿训你，一起教育你，一起管你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当时记得特别清楚。当时你爸妈离婚的时候，那时候正好咱们初中吧。当时我跟我爸妈说：“爸妈，要不你俩离婚吧？”结果他们把我打了一顿。你有病吧？你不需要你爸妈好好的吗？是希望他们好好的，但是我觉得他们有点不匹配，你知道吧？我爸平时在家就是唯唯诺诺、卑躬屈膝，天天在家就是，哎媳妇儿，吃苹果不？吃水果不？他就是在家一点存在感都没有。然后呢，我妈就是在家太强势了，天天，黄一凡起床，黄一凡你干嘛呢？别磨叽，太强了，俩人一点不般配。所以我觉得他们离婚之后啊，我爸会像乔叔叔对你好那样对我好，不，比乔叔叔更好。别开玩笑了，你也别安慰我了，没人希望自己爸妈离婚。是，没人希望。当然了，我也不是开玩笑的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决定不了他们离不离婚，所以我也不想这事儿。反正我以后找女朋友不会找我妈那样，太凶了，多吓人。行，你也别伤心了啊，放平心态，啊。就别不开心了，要不这样，我虽然不信这个什么拥抱疗法，但是我下午跟磊儿抱了一场，感觉还不错。咱俩没好好抱抱，我就勉为其难让你抱一下，怎么样？不要，抱抱。我上去了。英子，你听我说啊，你不能一直这么不高兴下。一，对你身体不好；二，你天天这么憋着，你难不难受啊？你说出来，它不就舒服了吗？对不对？自从我爸妈离婚之后，我就没怎么再开心过了。从那之后，我妈就跟变了个人似的，一门心思对我好，觉得什么事儿都没我的事儿重要。哎，你妈对你好，你还不开心啊？可她越对我好，我就越有压力，你知道吗？我家里有张计划表，里边写了从早到晚我该干什么，我不能干什么，我都得严格按照那张表上的来执行。我真的快喘不过来气了。我这次期中考试吧，那些题其实我都会，我知道答案是 A， 但我写下去就是 B。我也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，好多题明明我妈都给我辅导过了，可我就是不想写。咱俩的情况呢还不一样，我呢是什么？我呢是卷子都填得满满当当，就答案都填上了，但是对与错我就不知道。我就是觉得没意思，高三没意思，高中没意思，家里没意思，学校里也没意思，什么都没意思。你听呀，我插一句，我觉得你这个想法不对，你不能天天想着这个没意思那个没意思，你得想想什么事能让你开心，知道吧？我爸回来就挺让我开心的呀。嗯。可是，我以为他永远都不会走了，他永远都可以陪着我。但我现在见他一面，我都要顾及我妈的感受。我爸现在那套房子，就是我们家第1套房子，我就是跟那儿出生长大的。我还记得我们仨跟那儿过了好久。我还记得原来那卧室里有我的一张小床，我全都记得。我爸妈离婚之后，
妈收拾行李，一件儿一件儿的从家里把东西往外搬，我就趴在阳台上看。我看见他在楼底下拉着他的行李箱，越走越远，人越来越小。从那之后，我就知道了，他再也不会回来，他再也不属于这个家了。你好好想想，这有人在呢，你想一想想什么？啊，好，抱，没事没事，对，好。不哭了啊！不哭不想这件事儿啊！不想。看见什么了？你看见什么了？是英子和方一凡吗？是英子跟方一凡吗？哎，别哭了，你买糖吃啊！是不哭了啊？不想这些不开心的事，跟我来。他俩怎么会抱在一起啊？我不知道啊。是啊，他俩怎么会在一块儿啊？不会要亲吧？不该。哎呀，行了，哎，一会儿看着多不好啊！没事。好了。不哭了，啊，有我。我的啊！方一凡他妈在英子后背。不会早知道了吧？怎么可能？我这不也跟你一块看见的吗？我怎么会早知道？那怎么办呀？不行，我得挂起来。别现在别去啊！你现在去干嘛呀？这俩孩子都要面子，现在是大孩子，不是小孩子。可是咱们撞见了，多尴尬呀！别刺激他们了。他要邻居看见了呢，这么光天化日的抱在一起，不尴尬呀？应该方一凡回家了，没事儿。那个方圆在家。哦，英子也回家了。那现在怎么办呀？你说呢？要不然，你都先回去问问。好，我们去问问方一凡啊。你跟英子，你好好问问，你别急啊，你们俩刚和好，别刺激他，听到没有？我刺激他？那是他刺激我吧？我现在算是知道，他这成绩断崖式的下滑是怎么回事了。
识别，密码也不知道，扫脸，扫他，对，让他睁眼，我教他。儿子，儿子，行。啊，那个什么，你做噩梦了啊？没事儿，刚说梦话了。是睡吧，好睡吧。关门，关门。找着了微信，怎么样？叫英子，我这查到微信，小英子，英子怎么着？今天880开心了吗？开心好多，以后心情不好随时啊，770我也没意见。这880和770是什么意思啊？估计是个网络用语，你让我查一下。880是什么意思？880就是抱抱你啊，770估计是什么你吧，770。什么意思啊？亲你。我说的吧，有抱抱就有亲亲，有亲亲就有那什么。我知道你干什么呀？你干什么呀？刚说好的改变方法，你不改变方法吗？你不能直接冲着他嚷嚷吗？我之前说是要改变，我现在怎么改变？这都实锤都早恋了，我还怎么改变啊？就是因为实锤了，就是因为他早恋了。你现在实锤了，就更得改变了。你得注重方法。现在咱俩谈没用，你知道吗？得找宋宪、找乔越东一块儿谈。你现在着急没用，你先别着急呢。你先把他手机给我，我给他搁回去。别他一会儿他再发现了，你偷看孩子手机，这还是不行，你知道吧？哎，来啊！你赶紧吃，走了。好。凡凡，你先别去上学，你先坐下。对，那个磊儿，你跟老师说一下，没事儿，你去上学。然后那个方一凡可能会晚点去，家里有点事儿，回头我跟老师解释。哦，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去吧啊。哎，英子啊，你小姨和小姨夫在吧？在，叔叔阿姨。来。喝点茶。别忙活了。瞧，老乔。妈，你们这到底要干嘛呀？对，有什么事赶紧说，我们一会儿还上学，要不然迟到了。都别着急啊，今天这事儿不说清楚了，都先别急着上学。你俩谁先说吧？说什么呀？对，说什么呀？啊，那个，啊，你把你手机拿我用一下。干嘛呀？走。哎，不是，你看我手机干嘛？这坐，你坐吧。啊，对，这是你跟英子的微信，对吧？英子怎么着？今天880开心了吗？开心好多。以后心情不好，随时啊，770我也没意见。你翻我手机？你别跟我说，翻我手机干嘛呀？坐着。不是你夺我手机，你不跟我说？偷看你手机，爸爸这关心你。你坐下。
我问你，你把这解释解释。对啊，什么今天880，什么710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给我说说。什么叫880？来，你说。880什么意思？我发这怎么了？880什么意思？问你了？还有那个。你先回答什么叫880？抱抱你。那770呢？亲亲你。你要亲谁？你要亲不是，叔叔，你听我说呀，这种朋友之间一个问候，比如说英子今天不高兴了，我说我抱抱你，摸摸头，然后这个亲亲就么么哒的意思，就朋友之间一个语言术语而已，很简单。好，我们先不说这个。我问你们俩，昨天放学以后，你们俩在1楼那个电梯间，你们俩那是干什么呢？1楼电梯间。对，你们俩楼下在电梯间干嘛了？干事。哦，你们看见了呀？哦，你们就因为这事儿把我们俩留在这儿啊？不是，你们不会就因为昨天我跟方一凡在电梯间抱了一下，就怀疑我们俩早恋吧？不是以为你们早恋了，对，知道吧？你这个微信里面发了个880、770，这是门口你然后你看啊，你跟英子你们俩搂在一块儿，一男孩女孩，儿子爸爸怀疑你要谈恋爱，这个女孩在小区里面搂搂抱抱的，你让妈妈怎么想？哎呀，你们别说了。我们听谁的呀？你们一个个说，我们回答谁的呀？我们真的没有早恋。对，我要是早恋了，我这辈子光棍。对，我要是早恋了，我这辈子都考不上大学。哎，别说这种话，这是赶快拍木头，说拍，快！你也瞧瞧，你们俩都不用发这种毒誓啊，什么打光棍啊，考不上大学，这哪成，对吧？关键是这个事情，你发个微信880、770，是吧？啊，宋香阿姨还有妈妈在楼道里看见你们俩人在这搂在一块儿，你说这是不是会认为你们俩那个这俩人那什么了呢？这样，你把这事你给解释清楚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就是学校有个心理讲座，说有什么拥抱疗法啊，说压力大的话抱一抱就好了。这不英子正好情绪不太好，心情也不太好，我说抱一下，这都是哥们儿之间的。有这么个事儿吗？他们学校是有个讲座，我们俩也去了。对，但是没说有什么拥抱疗法呀。哎呦，你们不信可以去问李老师。那行，那这样解释的话，那倒是说得通，那也没什么事儿了。什么没什么事儿？他们说什么你就信？方圆，你们家是儿子，我们家是闺女，这出什么事儿我们吃亏。瞧，咱现在咱没这说人家俩人谈恋爱，人家说没谈，怎么跟儿子闺女什么关系？你先别说，好，你先别说。我问你，方一凡，今天当着叔叔阿姨的面啊，爸妈面，你实话实说，你对英子到底有没有非分之想？有就说有，没有就说没有，一点都没有。我对英子从小就是把她当做一哥们儿。你们也知道我性格，我要是谈恋爱，全校都得知道。当年我为了追桃子，给她照相，湿湿大火爬那么高的顶棚，摔了差点摔死了，我根本一点都不怕。我要是追她，你们早就知道，全校也知道了。不是，你当年是为了追桃子你才爬上去的呀？你怎么什么意思？你说你上我以为你为全校同学照顾他。方一凡，行了，你胆也太大了！行，你先等会儿，干什么呢？这跑题了。我也不知道我这我不说急了，说跑题了。真是说这么急。英子，你跟爸爸说，你有没有要跟方一凡谈恋爱的想法？我是学习不够累啊，我还是这乐高不好玩啊，我哪有那闲工夫谈恋爱啊？我认真跟你们说吧，我真的对谈恋爱一点兴趣都没有，更别提方一凡了。方猴，你别以为你把我当哥们儿，我就把你当男的了。他还没我爷们儿呢，我怎么可能看上他呀？我怎么就不爷们儿了？你先别说话。但是呢，我是认真的把他当我的好朋友的。他如果有什么难受的事儿啊，需要我的安慰啊，我嘣儿都不打，我就给他一爱的抱抱。我没把他当异性看，真的。那我问你啊，你们这个拥抱疗法是不是应该在校园之内进行的？那你们为什么回到小区了，还
搂搂抱抱的。就是那你们回了屋子就搂搂抱抱，那成啥了？我那不是心情不好吗？他就抱我一下。你为什么心情不好啊？妈，你是不是就是不相信我呀？不是，这不是信不信的问题，英子。是宋庆阿姨说的对，方一凡。妈，你也不用说了，我看明白了，从头到尾你们就不相信我们俩，是吧？你非要把我们俩撮合在一块儿，是吧？行，我满足你们啊！从今天开始我们在一起，我们牵手成功了，满意了吧？哎，这闹什么呀？哎，方一凡，你放手。这个是你们逼我的。哎，闹什么呀？你给我下！方一凡，是不是不能说你了？谁说不让你们谈恋爱了？不是不让你们谈恋爱，是让你们现在不许谈恋爱。你们俩，你们上了大学随便你们谈，你们想怎么谈怎么谈。不是，我是说上大学也不能。你这上了大学，你也不能跟方一凡谈恋爱。我想都没想过跟他谈恋爱。这老乔，什么叫不能跟方一凡谈？现在不是道歉，我的意思就是说呀，两个孩子上大学也不能耽误学业。不让他们俩，我没有。你不是说不能谈恋爱？我的意思就是大学不能谈恋爱。谈恋爱吗？现在？方，现在根本就不能提这个事儿。你为什么要认为是方一凡的事儿？我是打一个，不是，不管，我上来了啊！等会儿。别一起走，你晚一点走。对，你们俩分开。你先走。啊，对，英子你先走，你们拉开一段距离，别一起走。你先走吧。啊，我在这看着。哦，我去。你等一会儿再走。你儿子你自己不看着，你让别人看着。你看谁呢？英子，你等一下，以后你上大学我接送你。你要接送我？为什么呀？再不走迟到啊！去吧，走吧。宋老师，哎，李老师，家离这么近，还来送英子上学啊？哎呀，不是还1个月就期末考试了吗？得盯紧点。哎，学校帮我照看一下啊！啊，您放心吧，宋老师，那您回吧。好，谢谢啊。哎呦，拥抱一下就算早恋啊？这帮家长可太烦了，对不对？我就说你懂我，妈今天早上特意来正口送我，你说至于吗？这抱一下怎么了？再说了，我找女朋友不可能找英子呀，我跟她在一起，我不成同性恋了。表哥，没那么严重，其实英子也挺好的。他觉得谁都不错，跟王一说话脸也好，跟桃子拥抱他也脸啊。你是不是觉得英子挺好？那你们俩在一起，我正好把我摘干净。哎，我也觉得乔英子还不错，虽然谈不上大美女吧，但是长得还挺有个性的。你要真喜欢她呀，也没什么不正常的。既然你起个意思？我没什么意思啊，我客观评价啊。喜欢就算了。哎，对，你觉得咱们年级谁好看？咱们年级，哎，真希望咱们快点考完，然后咱们俩可以来一个 Girls Night， 通宵玩游戏，多好呀！好，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啊。然后考试以后我们痛痛快快的玩。哎，宝猴，你走那么快干嘛呀？哎，你别叫他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跟他吵架了？哎，不是，别提了。昨天我们俩不是一块回家吗？我们在聊那个心理活动的事儿，就说到我爸妈离婚了，他就拥抱了我一下，结果正好被我妈给看见了。啊，这么巧啊！不是，你们在哪儿抱的呀？就电梯间那儿啊。现在我妈就非说我们俩早恋了，早上送晚上接的，我真的要疯了。不是，你妈这个想象力也太好了吧？你跟谁不好，就非得跟他呀，对吧？可不嘛，我眼光有那么差吗？我都吐了。说谁不好，非说是他。不行，我得赶快把这面膜给操好，不然我妈要说东说西的。是，可别让你妈又误会了。就是。
你走快点。妈，来，走吧。今天你想吃点什么啊？不是你们看我干嘛呀？我丈母娘都把你媳妇给领走了，你赶紧追去啊！追什么追呀？走。方头，你跟家里说什么了？我要知道他问你呢，我还指望你们给我点建议，破个关呢。感觉跟他们没什么可说的，我总不能回去跟他们说我谈恋爱了吧？哎，我就打算跟父母说我恋爱了，看看他们什么反应。强啊！我都还没谈过恋爱。你这有什么呀？我在家什么都跟我妈说，无话不谈。是，你是在家什么都说，你们家都是鲶鱼精，藏不住事儿。怎么说话呢你？本来还想帮你们出出主意呢，你们自己想去吧。哎，其实我挺想跟他们坦白的，我就是喜欢二次元，就是喜欢漫画，就想考个美院，我都偷偷的报名艺考了。哎，好啊，那你今天要情真意切的跟他们说，说不定就同意了呢。我也想好，我准备跟他们说，其实我挺爱他们的，不想让他们离婚，想让他们复婚。聊什么呢？你打算说什么呢？我呀，我跟我舅舅能说什么呀？我倒是想跟他畅所欲言一下，想问问他跟李老师近况如何。你真是，你们家太逗了，搞得你跟家长似的。哎，你呢？还跟他们说南大的事儿？我呀，反正我是肯定不会放弃任何机会的。虽然我知道我妈没那么容易被潜移默化，但我爸倒是值得一试。哎，洋洋，来，你们俩准备说什么呀？哎，等我爸来了再说吧。我没什么可说的，也没有可说的人。爸，磊儿，你看啊，小姨、小姨夫都在，你就有什么就说就完了，就当亲爹亲妈一样，好吧？走。妈耶，清华还是你牛！哎，你说他们这些艺考生真好呀，白天学累了吧，晚上还能换换脑子。其实也没那么简单，我都好几次了，大早上的我就看着王一迪跟我们小区楼底下练声呢，真是，看他们专业课也难，人也挺辛苦，那么冷还练。哎呀，我不说他们了，你今天晚上上晚自习吗？上吧。今儿是不是物理老师答疑啊？我正好有几道竞赛题想问问。这南大历代所有的竞赛题全都被我给下载下来了。行啊，正好晚上我也得答疑，咱一块儿吧。好了，走嘞。我妈接了。喂，妈。哦，我快上晚自习了。什么事儿啊？等我晚上回去说不行吗？行，那我现在回去。怎么了？我妈说有急事儿，我得赶紧回去了。哎，英子。
是什么？你不是已经答应过妈妈不再骗我吗？这是什么？为什么又骗我呀？你老实告诉我，谁给你签字？是你爸给你签的吗？是。是你爸给你签的？不是他主动给我签的，是我去找他，求他给我签的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报名截止当天。英子，你真的是有本事了哈！你都已经交了报名表了，当天晚上我给你讲康阿姨的建议的时候，你还可以脸不红心不跳的这么骗我，睁着眼说瞎话的说什么考虑考虑，你还跟我说这个干什么？为什么？说呀，为什么？我都已经跟你说过无数遍了，我想去南京大学，这是我的梦想。可你听进去过吗？你从来没听进去过。我没听进去就我给你这么分析啊？我四处给你去求人。哎，你要是说你想好了，除了南大，别的学校都不能进你的法眼，你告诉我呀！啊，我干嘛还要四处去给你打听啊？请人吃饭，托关系帮你问，我吃饱了撑的呀！不敢跟你说呀，而且就算我说了，你能答应吗？我当然不能答应，那不就得了？你们今天听说了吗？什么呀？咱们小区有人跳楼了啊！谁跳楼了？不会是咱们高三的吧？不可能！要是高三的，咱们学校早停课了。哦。你看，我们听说啊，是那个宋倩老师以前的学生考上大学了，结果疯了，然后休学了。他不会死了吧？啊，那倒没有。不过啊，摔的是挺惨的。从监控上看呀，他是从楼顶上跳的。不过呀，底下有个树杈，滑了一下，然后再掉下来。是啊，而且这个人啊，不止一次来到书香雅苑。哦，对，那个洋洋，哎，你过来。以前啊，他还去过季洋洋家，结果正好让我们碰见了。他去洋洋家干嘛呀？不知道，把我家卧室翻乱了，但什么都没丢。哎，但是他为什么会疯啊？这不都高考完了吗？我这种学渣都没疯，这也不知道。那个，英子，就那跳楼那男的。就是那个男孩，他以前不是那个宋庆老师的学生吗？你认识他吗？我认识，他是我妈以前的学生。刚开学那会儿，我和桃子还在小区的时候见到他了呢，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？我当时说他是个学霸。哦，他呀，是不是那个就是站湖边那个，就是叫丁什么？丁一。英子。你想上哪所大学？哎，等等，你看，站那儿的那个男孩，他是我妈学生，叫丁一，这可是学霸。哎，那他站湖边干嘛呢？对，我其实昨天晚上见过他。啊？晚上？你晚上去哪儿见他呀？我就是昨天睡不着，1点多的时候就下楼溜达了一圈，然后就看到丁一站在洋洋家门口。我当时就问他，大半夜的来这儿干什么？他就说他睡不着，在找东西。然后呢？然后他就走了。我当时就觉得他怪怪的。但我也没多想，结果他就……如果他万一死了，那我不就成了他见着的最后一个人了吗？我当时
要是跟他聊聊天儿，安慰安慰他，没准他就不会自杀了。英子，你听我说啊，这事跟你没关系，你别老往自己身上揽，好不好？你不懂。我怎么不懂啊？不就是压力大吗？你看我心这么大人，我都天天在这烦着呢。哎，我就不明白这高三是谁发明的，我找他去。真是，你说好多班艺人都给整疯了。这跟高三没关系，都是他家长逼的。他当时在我们家上课的时候，他父母每天都按时接送，半夜2、3点钟，他们家灯还亮着。他父母看他，就跟看犯人一样。也是啊，这父母的疯狂程度跟高三不分上下。别这么说，家长其实没那么差，他们其实挺不容易的。你们想想，光一个高三就把咱们折磨成这样了，他们不但要跟我们一起度过高三，还有很多自己的烦心事儿，也很少跟我们说呀。哎，季洋洋，哎，你是我们认识那季洋洋吗？啊，我感觉你有点奇怪啊。哎，你看呐，最近上课认真听讲，认真做笔记啊，这又理解老师、理解家长的，你这反常啊你！什么好反常的？也该懂点事儿了。哎，讲啊讲，你剃光头是不是因为压力大，还是家里有出什么事儿了？你能不能别老天天想着我家出什么事儿啊？不是，哎，我没说你家里出什么事儿，我就……那你看这人，我说什么了？他……我问你个问题，上了高三之后，你们觉得压抑吗？其实我觉得吧，我还好，因为我觉得人生还那么长，还有大把时光等着我，好东西等着我，所以还行。我倒不是压抑，就是压力挺大的。我想我妈了。我压力一直挺大的，习惯了。哎，不是，烦是真烦，但是让哥们跳楼啊，是真不至于。你看，像我普普通通，学习一般，也没什么远大志向，就随随便便考个1本算了。哎，行，别笑，别开玩笑。我压力也挺大的，我妈一定要让我考上北电，多难啊！北京电影学院，真的？不，这我想都不敢想啊！我觉得我能随便上个艺校，我都阿弥陀佛了。所以我就特别不理解那哥们儿，你说都考上大学了，干嘛还要自杀呀？我其实挺能理解他的，他一定是生活的太痛苦，太难受了。不过我也挺佩服他的，想跳就跳了。他这是怎么了？不知道。他不会也想自杀吧？不会吧？上课了。祝愿丁一在天堂一路。还没死。我们看一下这道题啊，2016年北京东城一模某单位共有职工150人，其中高级职称有45人，中级90人，初级15人。我们用分层抽样的方法，从中抽取30容量的样本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，孩子？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老师，我刚刚有点困，睡着了，做噩梦了，对不起。哦，没事，
去洗把脸、醒醒神儿。中午犯困，这是很正常的啊，去吧。谢谢老师。老师，老师，我这胃好像有点难受，我想上卫生间，我能出去一下。哦，去吧，去吧。谢谢老师。孩子，干嘛去啊？我有点肚子疼，我想回家上个厕所，这不是有人吗？啊，哎，你们把这个英子出来了，去吧。那个，哎呀，我这有可能是肠胃炎，所以我得回家拿点药吃去。哦，你等等。阿姨这儿什么药都有，肠胃炎，那就是这，哎呀，那个我觉得现在好多了，可能就是挨插气儿了。真没事了？啊，这是真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哦，行，谢谢阿姨啊。来，咱们看这道题啊。同学们好，欢迎大家来参加清华大学2019年全国优秀中学生冬令营。本次冬令营呢，旨在增进中学生对清华大学物理学科以及工程学科的了解，让中学生走进大学校园，近距离地感知学术氛围，激发中学生的科研兴趣，提高中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。这次冬令营呢，是由清华大学物理系、化学工程系、建筑学院、机械工程系、精密仪器系、能源与动力工程系等10几个系所联合举办的。本次冬令营呢，还将举办创意挑战赛和经营测试。好，现在我来详细说明一下入营规则。来了，阿姨。哎，李老师你好，你好。哎，方老师今天怎么没来呀？哦，方老师他今天临时有事儿来不了了，我就把物理和数学一块都给琪琪补了。哦，这样的，来，快请进。接下来我们看 C 等于拉姆达 F， 由这个公式，我们知道电磁波波长越长，衍射性越强，容易沿直线传播，所以选项是什么呢？ B 应该是正确答案。我们今天讲的电磁波非常重要，不光是对你们高考，前2天的新闻，我想大家应该看到了，国外一个天文台检测到了宇宙中2次同样的快速无线电爆发，这可能对整个人类都是一个大发现。你们当中有没有对天体物理感兴趣的呀？哎，那就更应该好好学习啦。高中物理是基础中的基础，很重要。知道了，老师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有点累。讲哪了？英子，哎，英子，英子，追这个快追呀！英子，别跑了！英子，瞎跑什么呀？别跑了！你有什么不能坐下来说呀？别跟着我！英子，英子，快下来！别说，下来！你们慢慢说好不好？不要站在这里，快下来！我怎么跟你说呀？你从来都是凭着你自己想法决定我的人生。他们都是想为你好啊！对，你就是想为我好，那都是你想的。可是你想过我心里到底想要什么吗？妈妈怎么会不在乎啊？英子，
英子，你下来好不好？我只是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去上那个南大呀？我不是非要去南大，我就是想要逃离你。英子，你说什么呢你啊？你对我已经够好了，你每天给我做饭，给我上课，照顾我的生活。我知道你不容易，是我想太多，我配不上你给我的爱。我们有什么话，我们回家好好说，好不好，闺女？我没法好好说。我已经34天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，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了，我就是想逃走。我以为我到了深圳，我看到了星星，我就会好。可是我现在看到了，我一点都不觉得开心。我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。对不起，是我没有做好你们的女儿，是我没有变成你们心里想要的那个样子。对不起，英我是不是病了呀？Hello， 粉丝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方一凡，好久不见了啊！我最近都在忙艺考，今天就给大家录一个视频。这是饺子，看一桌子菜。小英子啊，吃夹呀！挺好吃的。哎，来啊！哎，问个好，新年好。新年好。哎，桃子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哎，对，英子，我这录视频呢，你们说两句呢。别吵。他心情不太好啊，我们就不烦他。今天呢，大年30，我们今天在家里开了一个算是 party， 但是和以往 party 不一样，为什么？因为没有家长。番猴，这是你自己出的馊主意吧？什么馊主意啊？我好不容易偷偷策划了这 party， 我容易吗我？是不容易。哎，对了，喏，我给英子给你买的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小水库啊。面膜，我是钢铁直男，我用这干嘛呀？方猴，你这艺术生的这个觉悟也太差了吧！最基本的形象懂不懂？你瞅瞅那东北干豆皮儿，赶紧用那小迷糊补救一下。哎，他们一说，好像确实觉得这脸挺干的。行，你们既然这么诚心诚意的送，那我就大发慈悲的收了啊。收着吧，就当做是我跟英子给你的艺考成功的祝福。用这小水库，考试顺风顺水。谢谢了啊！哎，对了，我这录视频，你要不然你也说两句？来，我切换过去。来，对，3、2、1，开始。首先呢，我想说的就是今天能跟大家一起跨年，我感觉特别开心。哎，我想着以往我都是跟姥姥姥爷还有我舅舅一块过年，每年都是大眼瞪小眼，真没意思。哎，我今年可是第一次跟爸妈一起过年，就被你们给拽过来了，我仗不仗义啊？啊！仗义个毛线啊！咱们就在2楼，他们在4楼，中间就隔了一层，这怎么不叫一起过年了呢？大哥，这是我过过最热闹的年，真的，我真的很开心。我喝。行，那我们就是明年之后见了啊！拜拜！哎，我们所有一起录一个，来。祝大家新年好！来，这位来，1、2、3，新年好！新年好！拜拜！拜拜！哎，
行了，我这个都艾特你们了，你们就等着涨粉吧。多少4？多少6？要不起？那还是英子。多少9？多少？哈，你看我这还有一个，我不能拆，我不能拆。来，过，过，走。撒勾带尖儿，赢了。哎，我有。哎，等，我看，你这出什么？这不是错了吗？你这哪是3个尖？你这不是还有个4吗？这2个尖1个4。哦，这，哎呦，我这眼乱出什么眼神？这眼神确实没你好，我这是，哎，没有，过。因为你这手气也太好了，你还带尖儿，上局带2，这局带尖儿。放好你不出，这真不出，这错了。多少3？不行，我这连着的不行。我这都是单个的，都是单个的。4、5、6、7、8，合着我出什么你们都不要呗？不是，我这连着的，这出不去。这大过年的你们这样有劲吗？我知道你们是想让我开心，但是也不用这样啊。游戏输赢什么的不重要，我觉得我有你们就够了。行，你知道有我们就好啊。以后有什么事儿就别自己心里憋着，都说出来。对啊，我们都吓死了。要不是方猴把你那密码破出来，我们都不知道你去哪儿了呢。什么密码？电脑密码。你把我电脑密码给破了？他的爱好我都知道，就那一个，我这一试就试出来，这玩意儿。对呀，我本来还想弄几个软件破译一下，结果表哥一猜就猜准了。我看你们俩还挺心有灵犀的。是，别跑开话题啊！英子，你要真知道有我们这帮朋友啊，你就别干那些傻事儿。你看这又是出走又是跳海的，你还想干嘛？你想上天啊你？没有，我那意思就是说，你看上次丁一我们不认识，出那事儿我们都挺难受的。你要是出点什么事儿，我们还高考不高考了？呸，说什么呢？大过年的，能不能换个话题？正好，咱们也不玩了啊！我叫了烤鸭，也快到了，咱们挑个电影，切入正题。好啊，边吃走，看电影啊！你拿过来啊！哎呀，挑一挑。可，英子，你来挑吧。这个吧。看这个啊。这个。真的，这是我最喜欢看的电影了。什么呀？不是，咱过年看这个多无聊啊！哎呦，今儿英子大，听英子的啊。行，我去放了啊。哎，好了。你们能不能看电影，别看我？啊，对，看电影。对，好看是吧？崔小伙是多厉害！儿子，哎，这饥饿游戏解1是吧？对，好嘞，1。哎，媳妇儿，今儿啊不应该米饭炒菜，我跟你讲，应该吃饺子。不年不节的吃什么饺子呀？嘿，不年不节，你看现在外边这张灯结彩都挂上红灯笼了，你不吃饺子对不起这氛围，你知道吗？倒也是啊，真像过年，还真该吃饺子啊！吃饺子？哎，妈，你们要包饺子？哎呀，没说要包，
你这么包啊，我特想吃。哎，雷人想不想吃？这气氛搞得我还真挺想吃的。想吃就吃，没那么多事儿，去走你买馅儿去。我买馅儿去。哎，给你调出来了，你自己放啊。哎，行。要不来点什么白菜、韭菜、芹菜什么的，还是吃猪大葱？哎呦，葱不要，韭菜不要，闻着那2个东西让我想吐，真累其他都行啊。哎，谁啊？哟呵，去吃送啊！哎，童姐，宋茜来了，哎，我不进去了，你改条链接行啊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进来，香肠啊，这是啊！你这还不进来怎么着？进来！哎呀，不说你这害喜呢吗？他吐我一身，来了我就不吐了，这是真的。哎呀，乔卫东去寺院请了什么神神鬼鬼的，不知道，说叫考神。考神不是打篮球的吗？是不是？不是，我觉得可能就是文曲星一类，考个吉利。哦，他给英子就请了一个，说给凡凡和磊儿也请了一个。来，来，快谢谢宋茜阿姨。谢谢阿姨。哎，不客气。谢谢阿姨。那么晚还出车呀？他出什么车呀？他去那个超市去买点馅包饺子。啊，现吃饺子，现买馅啊？啊。我走了，拜拜。好，哎，这不是说嘛，说这个气氛特别适合吃饺子，不吃饺子对不起这气氛，这俩孩子也真是要吃。是，好主意。哎，您吃了没有？没呢。那这一块儿吧。你家坐得下那么多人吗？哎，你把英子叫过来，去吧。哦，把刘静也叫过来，全叫过来。叫过来。好，叫过来。我不给你过门了啊！哎，你俩过来，快！啊，一会儿人多，来帮我撕点白菜。好。来。好嘞，小伙子来喽！哎，孩子们，那盘吃完了吗？哎，你们先吃啊。谢谢爸。哎，我搁里边啊。让孩子们先吃啊，咱们一会儿再踏踏实实吃啊。行，孩子们先吃，那坐着吃，这一个个蹲着，这像要饭的似的。乔卫东，你会不会说话？没事，让他们蹲着吃，先蹲着吃才能坐得稳，先苦后甜嘛。哎，对，听听。哎，他这话也说的不对啊，还坐得稳？你以为孩子们以后都跟你一样啊，走仕途？哎呦，能走也不错呀。那洋洋将来要是当了赛车手，跑个拉力赛，那坐得稳，当不了冠军。这倒有道理。喝点水来。谢谢。方一凡，哎，你能不能别看了啊？你是边吃边看的，看的也不尽兴，是吃的也不尽兴啊！就别管了，我管了一辈子了。你让孩子看会儿电视吧。马上就高考了，高考之后都远走高飞了，你想管就甭管了，以后啊。我知道，就是因为以后管不了，我现在掐着手指头倒计时的数着呢，就10天，哎，就管10天了，10天以后谁让我管我都不管了。行了，方一凡，你开小点声。哎，我小点声，知道，我这看着正紧张呢。声动小点，你这吵着妈妈。还有肚子里的宝宝。啊，对，还有肚子里的宝宝。特权呀！哎，一凡，我看这打杀杀这挺热闹，这什么戏啊？这是又吵死了。老乔，我跟你讲，哎，这片子啊特别有名，是一个大片，叫《饥饿游戏》，特别适合包饺子肚子饿的时候看，你知道吧？哎，这是一大片，有3部曲，这是第1部，你知道吗？这讲的是在未来世界的时候，这个人类阶层划分特别清楚，底层的人都沦为这奴隶了，他们就为了生存，就变成电视真人秀当中的这种参与者，为了活下去，必须活到最后一个人，把别的参与者全部都杀掉，叫饥饿游戏。哦，这么回事。我发现你可以当影评人呀！我说现在搞点配音的工作吧，这片子我差点配上，真的。哦。妈，我们一会儿想去趟那个英子太空屋再玩会儿，行不行？哎呀，行了，你们就在这儿玩一会儿吧，别去乔叔叔家再祸害了。没事，去吧啊！好。哎，不是英子，玩差不多了吧？这个玩就学习了吧？是不是？哎呦，这会儿还学什么呀？马上高考了，那会的就会，不会就不会了。去玩去吧，英子啊！照顾好大家啊！冰箱里有饮料啊，给大伙。对，让孩子们放松一下。哎，洋洋，和小朋友们玩去吧啊！什么叫小朋友？你还当我们7、8岁呢？行，走。小朋友，送他们下去啊！哎，文姐，我正好酱了点那个牛肉，我待会儿拿上来。哎，好。桃子吧？啊，他来了。哎，洋洋进来了，都在呢。哎，这是桃子。你大晚上把我叫上来干嘛呀？我都要睡了。来了哟！什么路子呀？这是。这个不像是要考试的人，这可是想考完的。你们都不紧张吗？来，我们转站嘛，坐那儿舒服啊。走。当然紧张也是白紧张，所以大家今天就都不学了，放松一下，放松。吃，
呵，英子，你爸给你装修的也太公主范儿了吧？啊，欢迎大家来到公主坟儿。公主坟儿。来，谢。哎，不是，你爸妈怎么不管你啊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咱们今天每个人都是桃子啊，然后呢，大家父母都不管，自由自在。咋你我？你有病吧？人家桃子可不像你，哪壶不开提哪壶。桃子别理他。桃子，亲爱的桃，我错了。谁亲爱的？是，我不是。那个，这不有人事吗？洋洋，上。怎么了？看他。你有本事你自己上啊！人家可比你帅多了，懦夫。这我承认，我确实打不过季洋洋。我呢，欺负女孩是我的专长啊。这样，我以后呢就叫伊凡诺夫。伊凡诺夫，表哥，你这像一俄国名儿。这就是像俄国人的名字嘛。哎，这样，咱每个人给自己起一名字，就像外国人的。你看，像我这伊凡诺夫，像乔英子就是大嘴英子。我嘴哪儿大了？大吗？啊！我都看见你胃了，哎呀，晚上吃饺子吧啊，3000的吧。虾仁下来。啊，我也给你起个名字好了。你不是爱开车吗？那你就叫杨司机。这也是俄国名。俄国名。那磊儿就叫 Forest Gump。什么玩意儿？阿甘啊，森林的林 ，Forest F-O-R-E-S-T。大哥，你行不行啊 ？F-O-R-R-E-S-T， 少了一个 R， 没文化。我早就想到了，你看啊，林磊 R 补个 R 不就完了吗？哇塞，可以啊，表哥，你都会埋伏笔了。我以后就叫这名字 ，Forest Gump， 还挺好听的。不是磊儿，你傻呀？这就是个傻子的名儿。哎，这就傻子了。哎。喂，老妈。喂，桃子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英子家玩呢。怎么了？啊，那妈妈给你说个好消息啊。你说。妈妈跟爸爸下周就回国了。真的？这么快？真的呀，我们回去陪你高考。真的？陪我高考？啊！哇塞，爱你们呀！那你要乖啊。好，啊，放心吧。好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耶！不是，慢点，怎么了？不是，我爸妈要回来陪我考试了。真的？真的。爸爸妈妈真好，有我们陪着你呢。其实我们这几个里面，我表哥是最幸福的。不，我哪幸福？学习又不好，一点都不幸福。因为你有最完整的家庭，小姨、小姨夫那么爱你。你看我们这里面这几个，洋洋的妈妈现在还生病呢，她从小也是跟姥姥姥爷长大的。桃子的父母一直在非洲，她是跟着她舅舅，也就是潘老师长大的。英子的父母也离异了，我就等于没有爸爸妈妈。而且自从我来了北京之后，我爸就没怎么联系过我。所以表哥，你真的是我们这里面最幸福的。虽然你的成绩不是最好的，但你有最完整的家庭。幸福和成绩真的没关系。哎，这谁啊？谁啊？这么晚？王一迪，我约的。啊？你约那田玉晶干嘛呀？因为这里面就我没女朋友了。不，你等会儿，我澄清一下，我没有女朋友，英子不是我女朋友。我跟桃子也没关系啊。但王一迪是我女朋友。不，你等会儿，你已经把那田玉晶搞定了？嗯，我还给她起个特别好听的泰国名字，叫萨瓦迪卡。没有，其实是我又饿了，点的泰餐，我拿过来给你们一起吃。萨瓦迪卡，你点的餐，卡昆卡，卡昆卡，卡昆卡普，谢谢卡。我这怎么什么都看不见啊？磊儿，你帮我看是不是出问题了？啊？哎，我看着怎么弄的？你盖儿都没开。哦，山炮。打死你！哎，你看，我要不知道的话，我还以为今儿是正月15呢。人家就挂灯笼呢，你看这帮人穿着短袖过春节，真是，哎，我都怀疑我是不是穿越了呀？哎，表哥，
如果我们是在南半球或者海南岛的话，是真的有可能穿着短袖过年的。哎，你们3个大老爷们可还行，吃完泰餐也不知道刷碗，就是碗不刷完了，说你们呢？你们这德行，看你们到时候嫁不嫁出去？嫁不出去，再嫁。没事，等会儿这不有你们呢吗？我们还愁嫁不出去。削水果，削。是，我来。你们看什么呢？我们这不看外边挺奇怪，这也没过年，这又穿短袖又挂灯笼，多奇怪。嗨，这我跟英子都习惯了，每年一到高考前就这样。哎，还记得咱们家小时候，一到这会儿出来玩。哎，去，我来。给。哎呦，哎呀，我就记得咱小时候，我就觉得我们就好像可以过2次年一样，然后我就特别盼望我什么时候能上高中，上了高中呢，我就可以高考了。哎，对，我也想过，我想赶紧长大，然后呢可以高考，考个好大学，然后就是个大人。是个大人了之后呢，就可以，可以谈恋爱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放一会儿，我有说谈恋爱吗？不，错。洋杨司机，有人需要你。我错了。我刚来双雅院的时候，也天天盼着高考，这样我就算过关了。想着自己是个大人，不管考上考不上，再没人能管着我了。但是现在住了1年了，反倒没那么想高考了。你是怕考不上？我本来就考不上，还怕什么？是因为在这住1年之后，我才明白一家人在一起是什么感觉。可惜太快了，只有1年，我们家就要散了，所以我不想高考那么快来。你早知道这样，你当时开学的时候蹲1年不就完了吗？啊，一提这我就生气。哎，你记不记得当时蹲班名单上还有咱俩名呢？当然记得呀，我当时还特担心呢。一想着要面对自己父母2年，我就崩溃。现在如果能蹲1年就好了。你现在也来得及啊！你这高考考砸了，你不就蹲班了？哎，不对，他要是再上1年高3，同学可就不是咱。那，你看，小桃子开始心疼杨司机了。你怎么这么烦呢？哎，行了，吃苹果。谢谢。其实我最舍不得的，还真是你们。我也是，我也舍不得大家。大家等毕业之后都各奔东西了。英子，我问你句真心话啊，你是不是最舍不得离开我？滚！我最舍不得的那可是桃子，我最舍不得你，小英子。停！别动！别睁眼！别睁眼！我干嘛哟？哎，等等。别干这，太恶心了！我过瘾不是恶意，开玩笑，开个玩笑。那个，磊儿，我问你啊，我不是这意思，我想问你，你是不是最舍不得表哥？其实我最舍不得的是你们。你这模糊你的。真的，表哥，我最舍不得的就是你们，还有小姨和小姨夫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一考完试，大家就真的分道扬镳了，可能以后一辈子也见不到了，你知道吗，表哥？我们都会陪着你的。这样吧，我们大家呢就像丁一一样，我们也留下点什么东西来。拜拜。英子，你不行，你不。哎呀，不是，我是说我们留点什么开心的东西在这儿，我们可以等上大学了之后再回来找，或者就一直留在这儿也行啊。这是个好主意啊。但是咱留点什么呢？哎，有了，磊儿，来，你给我上来，
啊，上来，过来，过我上来，那个，咱们男生啊就这样，哎，来，你看到底下那个圆筒了吗？咱就往那里尿尿，然后咱留个记号，咱就像孙悟空跟在如来佛祖手指头上那个啊，来，你真是，放一放，你快！哎呀呀，哎，你别动我裤子，哎，你别动我裤子，快点，我下来，快点，哎，我没脱。哎，你这既不文明又不吉利的，有病！我怎么就不吉利了？大哥，这如来佛的手指头，五指山啊，那就是。我真的是服了，我们这马上就要高考了，你是想让我们考不上，然后一辈子待在这儿啊？你说的有道理，确实是啊。哎，要不然咱们大家一起种棵树吧？都夏天了，现在种树能种活吗？那要不我们搞个漂流瓶之类的？不，大姐，漂流瓶在北京市内陆城市往哪儿漂啊？要不然你给我漂一个试试？通惠河。通惠河你漂哪儿去啊？通惠河东。有这地儿吗？哎，表哥，我有个主意。别，你别上去，别上去，你干嘛呀？别学我啊！哦，我没有啊，表哥。你看见我们小区里面那个湖了吗？不，咱不能往湖里撒尿，这污染环境不好呢。哎呀，我没有。你们知不知道巴黎有个塞纳河？还有出国呀？没人给咱报机票，我跟你说。不是，表哥，巴黎有条塞纳河，河上面有一座桥，就有很多人把那个锁在那个桥的栏杆上，最后把钥匙再扔进河。英子，对不起啊，我忘了。最后啊，我们美好的记忆就永远封存在那儿了。磊儿，你可真浪漫呀！哎呀，磊儿，你怎么这么浪漫呀？你可真是非常的浪漫。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啊，咱们上哪找那么多锁去啊？对。朋友们，我跟你们说，桃子简直太厉害了，她跟那个保安大叔一撒娇，就这样啊，保安哥哥，我哪有？然后那个保安大叔整个人就立马酥下来了，然后就给了我们3把锁，还饶了一把死亡芭比粉。那我们这只有2个车锁，而且又旧又丑的。不过咱将就用啊。这还多了一把呢。那要不然我再还回去一把？哎，行，淤就淤出来一把了，没事。来，磊儿，你的锁。行，那我们就开始许愿吧，许一个最开心、最幸福的愿，可以是为自己，也可以为别人。来吧。好，我先来。我方一凡，此时此刻，我想许的愿望是，但我现在脑子有点纷乱。那个磊儿，你先来。好，那我先来。我希望小姨可以生个妹妹。哎，磊儿，这我也想到了。谁你都学，磊儿，你快上锁吧。下一个我来吧。我呢，我希望下一个住进1单元106的孩子，可以轻松快乐的考上大学。我呢，就希望我的舅舅早日追上李梦老师，然后迎娶小舅妈。哎，其实这也好，这我其实也想过。哎，不过算了，那个什么，你把你那个芭比锁给我。大哥，你不觉得这跟你不是很配吗？死亡芭比粉，还是那绿不拉几的比较适合你啊？这绿的怎么就适合我？我哪儿绿了我？头上啊。我头没毛病。你快给我。哦，来，我来啊。
祝愿乔英子同学以后呢不再焦虑，像我一样没心没肺，神经大条。我呢，就希望高考那天，天气不冷不热，天蓝如洗，没有雾霾。希望所有的考生都可以平静地去面对，不论将来如何。你看看，学霸就是不一样，乔英子说的话贼有深度，贼有高度。好了，朋友们，让我们来默念1分钟，开始。爸妈，爸妈，那个，我先进去了。不来了吧？不会吧？需要马上进。不能太快啊，这个赶得上啊，赶趟。蕾蕾，哎，凡凡，哎，你别喊我喊。哦，你喊。黄一凡，黄一凡。黄阿姨，方叔叔。妈，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。来，他是坚持要来，不是说了早上留条了吗？来不了啊！必须来，带着弟弟或者是妹妹也带着来看你们啊！真的。等你们出来哈。妈，我跟你说，你不来，我这心里都不踏实，都六神无主。你们不能六神无主，你们要泰然处之，认认真真，从容不迫。啊，听到没有？来，哎，扶起来，扶起来。慢点。妈妈祝你们旗开得胜，旗开得胜，旗开得胜啊！好，哎，照张相，拍个照片，来，哎，英子来一块拍个合影，来，1、2、3，好，再来一张啊，来1、2、3，茄子，哎，我再来个自拍啊，好，1、2，茄子可以，好，英子，你爸妈呢？哎，对你爸呢？你一大早就出门了，也没告诉我去哪儿，就让我在门口那儿等啊，还没来呢？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我打电话，快点，你们仨赶紧进城，好吧？啊，哎，你好，都排队入场了，快点抓紧！文佳怡这里赶紧的，排队了啊！快点！别紧张啊，不紧张，没问题。好，蕾蕾，别紧张，一鸣惊人，哎，一鸣惊人，一举夺魁啊！好了，加油吧！来，我替你爸抱抱你，没事，快去吧，去吧，没问题。快点排队迎亲人啊！来啊，加油，谢谢李老师啊！手机，你们拿着，给我吧。走了，加油啊，别紧张啊！旗开得胜。这边，这排，快！你什么？你先坐下吧，啊，你先坐下。走，回来。英子，等等！快！让！英子，等会儿我们。谢。宋佳，快点！妈妈！哎，英子！来，英子，哎，看看，看。这回是真的啊，如假包换。什么坏呀？不坏了，就是真的。妈妈，我爱你们！好好考啊，放松点儿。英子，考出真实的水平啊！加油！放心，我一定好好考。爱你们，拜拜，加油！不是，你爸妈不早就复婚了吗？怎么才知道这儿？要你管？没事，走吧。